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趣味不正经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严肃，但你八成已经被体检单吓到过的话题——癌症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你最不想听，但体检中心又最想让你知道的词。它为啥越来越多？是空气太脏，生活太卷，还是食品太垃圾？今天我们就来一次癌症真相起底大行动。你未必能防住它，但至少可以不再被吓傻。看完视频，你可能不会戒烟，不会早睡，但至少你可以骄傲地说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2022年，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约2000万，死亡970万，死亡发病比0.49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差不多每2名新发患者中，约有1人死亡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就像你在地铁里看一眼手机，这1分钟里就有30多个人确诊癌症。更扎心的是，全球每5个人里有1个人会得癌，9个人里有1个会死于癌症。数据来自于权威的 Globebook。 那中国呢？2022年新发癌症病例约482.47万例，癌症死亡病例约257.42万例，死亡发病比约0.53。根据2024浙江肿瘤年报，2024年光浙江省就新增癌症病例116639例，发病率10万分之530.93%，而浙江2023年是10万分之484.09%，短短1年居然暴涨了9.68%，涨得比房价快，比你工资涨得稳。你可以不在意癌症，但癌症却已经找上了你。我们刚刚说了全国的癌症发病率，现在聚焦一下浙江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在浙江看病最方便。对，方便是方便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啥浙江的癌症数据这么高？它到底咋了？先来看一看数据。2024年浙江癌症新发病例116639例，发病率10万分之530.93%，而这个数据在2023年是10万分之484.09%，也就是说1年之内发病率暴涨了接近10%。10%是啥概念？不是略微上升，是肉眼可见的猛涨。再类比一下全国的发病率均值在10万分之310到330之间浮动，浙江这530多已经遥遥领先，不说高地嘛，起码是显眼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浙江咋就这么显眼呢？第一，你查得多，你当然就病得多。浙江的医疗系统全国数一数二，高精尖的筛查设备，覆盖率极高的体检体系，再加上一堆健康焦虑的中产。我这次做了个 PET CT， 再做个核磁共振，保险一点。这种话在浙江大医院的门口，你只要站10分钟就能听到3次。结果呢，别的省查都没查，你这倒好，癌都查透了。查得勤，发现得早，数字当然蹭蹭的往上涨。第二，城市人活得精致，病得也细致。浙江城市癌症发病率10万分之542.11，浙江农村的癌症发病率10万分之512.88。城市人高在哪儿？高在工作压力、空气污染、熬夜加班、外卖重口、久坐不动。而且城市人有钱有意识，早查早治，农村那边可能根本就没去查。
或者查出来就放一放。所以这个差距不一定是病得多，更多的是你活得太细致，病也照样不放过你。第三，经济越发达，癌症越数据化。说句冷门的真话，癌症也有统计 GDP。你经济越好，人口寿命越长，医保系统越完善，你看起来就越容易得癌。别的地方70岁早早就不在了，没数据。浙江人80岁还在打太极，查出个肿瘤直接入库。所以浙江真是癌症高发区吗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你说它高发，是因为统计确实吓人；你说它不高发，是因为浙江把别的地方藏在地毯下的癌都揪出来了。所以浙江是癌症的热门省，更是健康筛查先进省和全民体检模范省。不过你看病方便，数据就会吓人。这事儿就像你洗车之后发现车上有划痕，那划痕原来就有，只是你以前懒得看而已。讲真，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开始琢磨了，那到底为啥会得癌？查得勤是一回事，癌怎么越来越多呢？来，别怕，我们不说玄学，只说细胞学加生活逻辑。一句话总结癌症：细胞坏了，修不好，还不死，最后疯狂的增殖。就像小区里那个搞装修的邻居，本来漏水修一下就行了，结果他不但没修，还开始24小时的钻墙、乱搭阳台，最后把楼都搅塌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谁让细胞坏了不死还疯长呢？我们来点个责任榜单，罪魁祸首 No.1 吸烟。这还真不是老调重弹，超过85%的肺癌死亡直接跟吸烟有关。一包烟里有害物质超过70种，能致癌。烟盒上都写了吸烟有害健康，但架不住你觉得还一根不过分。更惨的是，二手烟也跑不了，你不抽，旁边那位叔叔抽，也能让你中招。No.2 空气污染，尤其是 PM2.5， 别小看这个细微颗粒，它能直接穿透你的呼吸道，刺激肺部，破坏细胞，给癌症开路。城市越发达，交通越密集，空气越酸爽，肺越脆弱。你每天走在路上，像在用鼻子刷锅。No.3 饮食结构，高盐、高油、加工肉，你嘴上喊健康，手上点的是香辣鸡腿堡加肠粉套餐。腌制、烧烤、红肉类，这些不是不让你吃，是不能天天吃、顿顿吃，甚至宵夜还要来一份。顺带提一句，酒精也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。我不抽烟，我就小酌几杯，那你其实也是在玩火。No.4 病毒加慢性炎症。有些癌症其实是感染性疾病的延续，譬如乙肝病毒会发生肝癌， HPV 会发生宫颈癌，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。这些不是你发个烧就过去的感冒，他们是能在你体内潜伏10年、20年，最后让你一脸懵逼的听到那句我们怀疑是恶性。No.5 基因老龄化。最后别忘了，还有你拼命保养的岁月。你活得越久，细胞出错的机会越多，而遗传也在悄悄地决定你的人生剧本。如果你家族有人得癌，那你真的要定期体检了，不是怕，是预防。就像你知道屋顶漏水，
你得定期看看，别又生了。那么熬夜、压力大、久坐这些呢？它们不是直接致癌的刀，但它们会让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变成钝刀。癌细胞来了，警察还在打瞌睡，那肯定就是一锅端了。总之，癌症并不是天降恶疾，而是你日积月累、三餐作死、习惯放飞的作品。如果把癌症比作天灾，那么吸烟、油腻饮食、感染就是汽油，而你不体检、不锻炼、不睡觉，就是那个拿着火柴还喊“哎，怎么着火了”的那个人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很多人一听到癌症能靠疫苗预防，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？你以为癌症是感冒啊，打一针就不来了吗？其实某些癌症真的可以靠疫苗预防。最典型的宫颈癌可以打 HPV 疫苗。宫颈癌几乎100%和一种叫 HPV 的病毒有关。这病毒传染途径呢，你懂的，就是性传播。它不是罕见的病毒，而是全世界感染率最高的性传播病毒之一。世界卫生组织数据，超过80%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感染过一次 HPV。但你不用慌，因为大多数感染 HPV 的人是可以治愈的。真正会发展成癌症的是高危型的 HPV 长期感染，而这个病毒是有疫苗的。HPV 疫苗怎么预防癌症？简单粗暴地说，疫苗让你的身体提前知道这个病毒长啥样。真病毒来的时候，身体一拳打回去，不让它作妖。没病毒长期待着，宫颈细胞就不容易癌变。这就是癌症疫苗的精髓，不是直接打癌细胞，而是防住癌症的前因。那么男生需要打吗？需要。虽然宫颈癌是女生的事，但 HPV 是大家的事。男性感染 HPV 也可能引发肛门癌、喉癌、阴茎癌，以及最常见的，你把病毒传给了别人。所以打疫苗不光是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别人。中国打得多吗？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。目前一线城市打 HPV 疫苗的人挺多，但3、4线城市还是有很多观望的。一是价格问题，另一个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疫苗是抗癌的，总觉得这玩意儿和避孕差不多，没搞清楚重点。除了 HPV 疫苗还有吗？有，比如乙肝疫苗，可以预防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癌。研究中的还有EB病毒疫苗、胃癌相关疫苗等等，但还没有广泛应用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癌症都能靠疫苗来预防，但有些真的能打预防针，躲过一劫。就像洪水来临前，有人已经提前筑好了堤坝，你不打疫苗，就像说等水来了，我再学游泳吧。据中国国家癌症中心统计，癌症患者治疗前5年平均总支出20万人民币起步。但重点来了，70%的患者家庭年收入不足6万元。一边是治疗方案写着建议同步放化疗加靶向加免疫，一边钱包默默地说，您别同步了，我已经同步瘫痪了。有些药1针3万，一疗程10针，这不是治病，这是逼你学金融。很多人会说有医保啊，不怕。OK， 让我们冷静地看看医保能保多少。以肺癌为例，一线治疗用的靶向药物奥西替尼，原价5万多美元，现在进医保后降到1万多。医保报销一部分，再加上起付钱、自费比例，最终你每月可能还是要掏5、6千。
听起来是便宜了，但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不是负担减轻，是负担从压死你变成压得你喘不过气。不是所有的癌症药都进医保，而且医保目录更新节奏是科学进展在冲，医保预算在即。答案是不仅有，还很多。根据中国家庭抗癌报告，45.5%的家庭为致癌致贫，33.7%背负债务，14.2%直接卖房。现实比悲情剧还惨烈。一个大爷把房卖了致癌，刚做完3次化疗，人走了。子女还贷款中介时哭了，人走账没走。不是他们不孝，是现实太骨感。治病拼到最后，不是家属崩溃，是全家破产。说到底，花钱的目的是为了活。但我们得承认，癌症不是治好2个字能解决的。早期的癌症确实治愈率高，但60%的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。这时治疗目标是延命加缓解痛苦。一个免疫疗法让你多活半年，代价是几十万，值吗？如果是你的亲人，你怎么选？这不是哲学问题，这是一个现实考题。其实医生知道答案，但不敢明说。医生不能告诉你别治了，不值，这是职业伦理的底线。但你问医生，我爸这个还能救吗？医生沉默半晌，说试试看吧。那1秒的沉默比治疗方案还贵。很多患者不是被癌症拖垮的，是被不知道怎么选拖垮。我们该问的不是值不值得倾家荡产，而是有没有别的选择。国外很多国家都有安宁疗护体系，重视缓解疼痛，提高生命质量，让生命有尊严的结束，而不是有债务的告别。中国也有，但普及率不到5%，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终点，总幻想有个奇迹药，哪怕代价是全家倾尽所有。癌症治疗值不值得倾家荡产？答案不是是或否，它取决于你是谁，你想要什么，你还能承受多少。我们不能控制癌症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它的方式。我是趣味不正经，有病早看，没病多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